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杰叔叔捣鼓。国庆节快乐！在最后一天，给大家做个小教程。这是一个时钟模块，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计时。在我们的主板上也会看到这样的纽扣电池，它也是一个时钟模块。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设备就算断电了，时间也还在计算着。等再上电的时候，时间还是准确的。我之前发了个视频，就是准备要做一个像素时钟，所以就需要这个时钟模块。在做的过程中，也分享一下给大家这个时钟模块该怎么去玩它。这就是接线图，很简单。接下来到 GitHub 里面搜索这个库，然后看看它的例子，怎么样设置时间和获取时间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 Arduino 的接法，这是 ESP8266 的接法，这是 ESP32 的接法，大家按照它这样接就可以了。然后往下面看一下，它是用 iPhone C 来做通讯，先设置一下它的时钟，然后实体化时钟，找不到时钟就报错，找到了就设置为12点，在 Loop 里面就打印它的时间。我们把这个代码整合到自己的代码里面，先把整个库下载下来，放到你的 Libraries 目录里面。之前我做的一期视频，就是用一个 ESP8266 做的一个项目，先把这个项目里面的代码拿回来。代码的讲解，大家可以搜索这个视频来看一下。这个项目已经做好了，扫描二维码配网 WiFi。那这里就是改造完的代码，我会把这个代码共享出来，大家可以到我博客里面看一下。主要修改的就是这个文件，让它可以通过 MQTT 来设置时间。当 MQTT 收到一个命令的时候，就把时间先格式化一下，然后把它设置。OK， 把代码烧录好以后，连接 WiFi 成功，然后时间一直在跑，每1秒跑一次。如果是第一次连接这个模块的时候，它是没有时间的，这里会返回报错，我们不用理它，因为我之前已经测试过了，它已经有时间记录了，所以我现在通过 MQTT 来改变它的时间，把它改为2022年，然后往设备订阅的主题里面发送。OK， 看到我们的时间已经改变了。现在我们就算把电源线拔了，在上电的时候，它的时间依然是准确的在跑。OK， 这期视频就这样子，通过 MQTT 来控制时间。对我视频有兴趣的朋友，点赞关注一下吧，谢谢。